特使大人，有关虫族尸体一事，域外战场上所有垃圾残骸都会被宇宙星空转换，直接送到垃圾星域。那儿驻扎了大量人员，专门负责分类贩售。你直接联系我的一位朋友即可，我将他的虚拟宇宙网络号发给你。他是9大垃圾星域之一雾龙星域的其中一位负责人。好，多谢。燕神族金属版一时难有进展，不如先去购置虫族尸体，好让伊琳娜早日开始培育虫族战士。主人，有必要亲自见这个罗峰吗？派小的来不就行了？一个小家伙，你懂什么？要知道他老师是真眼王，他现在的贴身护卫是真眼王最优秀的徒孙。据我所知，实力已经达到封侯级不朽。他就是金羽侯的那位朋友，也是9大垃圾星域之一雾龙星域中掌控大权的其中一位负责人——龙爵王。哈哈，罗峰，不愧是这一轮天才中最被看重的几人之一，这份气度便是不凡。坐。听说你要弄些虫族尸体，要多少？界主巅峰级，1000万卷。1000万，还都要界主巅峰？真是狮子大开口，这差不多是主人一次所能批下的交易额上限啊！是不是不太方便？9大垃圾星域，任何一个都比宇宙国还要富有，所以星域最高管理层一共有5人，分别来自5大势力。交易额一旦超限，就得找其他人联合审批了。幸好，你要的还在我的权限范围内。这么凑巧，那就麻烦龙爵王了。哈哈哈哈，包在我身上。稍后乌龙星遇见。雾龙星遇到了。每10万具界主巅峰虫尸为1单位，开价1万。1000万具，刚好是100万混元单位。这么高？这是5大势力共同定价，无人能改。不过，就算同是界主巅峰，最顶级的虫族和次等之间，价值也是天差地别的。这是200个编号，每个代表一个商品单位。我已事先筛选出了最物超所值的，你可在此基础上挑选最优的100单位，剩下的金属牌还我即可。多谢龙爵王。另外，凡购买价值100万混元单位的商品，可以得到去垃圾山找宝的机会，为期1年，限于戒指容量范围内。找宝？每天会有无数残骸被转送至此，那些有价值的自然是分类售卖，还剩下大量价值不高的，就会被聚集到一处区域，给购买者随意挑选作为附赠。怎样？成交的话就缴费吧。100万会员单位已入账。哈哈哈，罗峰，走。我送你进错货区。主人，收到最新消息，3号罗峰刚在雾龙星域花费100万会员单位。据推测，这样的巨额交易完成选购至少需要10到30天，而在那储存无尽残骸的区域，是禁止不朽神灵进入的。也就是说，这是我们的好机会。
趁他还未真正崛起前，予以灭杀。兄弟们，快听薰衣乐咒！巨斧的5场玉主继承死战，慢了就错过了。殿下，这是您的200单位中的第56个。糖类虫族3种，甲类虫族18种，鼬类虫族2种。不错。顶级虫族占了过半，这一单位大概能培育出2万头借助巅峰虎甲虫族。殿下，您看那边就是垃圾山，他们分散在雾龙星域各处，您要不要顺便去找宝？不急，还是等选好货品再逃不迟。哎，怎么，科萨尔要出去啊？无聊得很，我准备去找宝试试运气，你去不去？这种万年一次的福利，我一下发就用了，哪像你这么会藏？走了，祝我淘到宝贝。你就做梦吧。去下一处吧。我借主9阶巅峰，他以玉主9阶，只需解决身边那2个护卫，3号目标就孤立无援。目前已看了近半数货品，就得出的数据来看，能培育出2至3万借主巅峰虫族的占2%，1至2万头占58%，1万头以下占40%。求救、回应、安排，即使是宇宙尊者用神国传送高速支援，算上这一系列流程，让罗峰成为尸体的时间足足有90秒。罗峰，周围那种监测信号消失了。监测信号怎么会突然消失？仪器故障？还是极近距离刺杀2个借主巅峰又是0.01秒，我有90秒的时间杀死你。快杀者！快逃！死！请神攻击！虚空之塔！竟然无效！他一个玉主级9阶，怎么扛得住我的灵魂攻击？这刀轮看似无穷无尽，却只有999片才是真实，其他都是世界之力变化而成。如果你只是这等实力，那就去死吧！浮云，杀死他！
虚拟宇宙公司成员罗峰在雾龙星域内遭受刺杀，赶紧查出事发地点。未检测到战斗迹象。这名暗杀者的真实实力竟然是不朽级，能安排这等强者潜伏在雾龙星域内部，难道又是重组？还查出监测仪器损毁的监测点。就是这里，有暗杀者事先摧毁了监测仪器，即刻派出附近监测点成员前往目标地点营救。您的权限不足，若要提出救援命令，请向系统提出申请，并与巨幅斗武场、宇宙佣兵联盟、宇宙第一银行、宇宙星河银行的负责人达成一致。够了！游戏时间结束，人类，你的未来将由我亲自埋葬。等我们赶到目标地点，至少需要90秒以上。以罗峰的等级，几乎不可能熬过这么长时间。殿下，你一定要撑住！竟然还有一头金角巨兽保护着你！哼，看实力，不过是界主级高阶，它保护不了你。哼！不朽级别的本源法则力量，以我的金之领域极难抵御。那么，我就将体内世界投射在外，形成一方世界，释放出更强的金之法则力量。世界投影。对不朽而言，法则领域根本不是主要的攻击手段，就算你的世界投影能抵御，也是无用的。本尊天地，第二重。天赋秘法，强化。他的力量忽然增长了10倍，但即便如此，不朽级别的力量，也不是你能抗衡的。眼下只有动用血络之力，结合兽神意境，施展最强的一击。四天一肘，这一击的力量是正常界主巅峰的700倍。
还不能击败一个普通不朽神灵。我不朽神灵竟然无法击败借助级的金角巨兽！好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再强持下去，等人类方救援一到，便一切成空。那人类被这金角巨兽收入体内时就保护起来，不杀死金角巨兽，根本无法杀死罗峰。既然如此，都给我去死吧！1万年积累的不朽神力以自爆的形式释放，威力不亚于超新星爆发。殿下，殿下，你千万不要有事啊！幸好在交战之初，我就让魔煞分身将元核带离作战区域。只要元核不受影响，金角巨兽的身体还可以再次孕育出来。我们素未谋面，对方却不惜以命相搏，事有蹊跷，我必须上报公司。比起上报，不如先想想之后怎么和龙之王解释。仅凭玉主级9阶实力是怎么逼得不朽强者自爆的？若真细究起来，你夺舍金角巨兽的事也就瞒不住了。科斯尔突然发难，光凭我根本无法敌他。不过幸好，我随身携带的世界戒指里藏有我的一名戒主级仆从。原来你还藏着一张强力底牌。不过，科斯尔以及2名随行人员都已死亡，罗峰，你可能会有些麻烦。这是乌龙星域的问题，罗峰殿下怎么还会有麻烦？因为死无对证，罗峰无法摆脱杀人嫌疑。我与他同为虚拟宇宙公司成员，立场自不必说。但乌龙星域的事务是5大势力的负责人共同决定的，其他4大势力未必会向着我们。尤其要注意的是眼烛王。眼烛王？眼烛王来自巨斧斗武场，该势力本就与公司旗鼓相当，加上他本人背景深厚，所以在乌龙星域管理层，他一直是最霸道的一个，同时也是在各事务的决策上占据最大话语权的人。他真是这世界上极为罕见的可以用美丽来形容的男子。眼烛王前辈，你就是那个真眼王的弟子罗峰？我听说过你。眼烛王，这个事情很简单，罗峰是我虚拟宇宙公司的绝顶天才，被排进异族的暗杀名单当中也是难免的。幸好罗峰成功躲过一劫，这案件也可以早点了结。真相或许真如报告上所言，但要是罗峰早就计划好杀死3名内部成员，趁机窃取大量虫族尸体单位呢？我现在在和龙爵王讲话。啊？眼珠王，没必要这样。有必要。这次爆炸，乌龙星域损失过1000万会员单位。不管是我乌龙星域内部有漏洞有奸细，还是这罗峰故意偷奸耍滑，
布了这个局，我们都得弄清楚真相。宇宙第一银行的达辇王，宇宙星河银行的曾宇王，宇宙佣兵联盟的尹歌王，这3位负责人都同意采取进一步调查的决议。龙爵王，就只剩你了。看来眼珠王早就已经打定主意，还事先和其他负责人通了气。他到底是为了负责，还是在故意针对我？我尊重各位负责人的选择。放心，我会保证罗峰安全，确保审问公平公正。罗峰，我问你，报告上说，科斯尔杀死其余2名内部成员，并打算刺杀你。对抗过程中，他展现出不朽级别的实力，最终是你的仆从引爆火神元晶，杀死科斯尔，是否属实？是。这火神元晶，你是从哪里购买？可有银行的扣款证明？眼珠王，注意你的行为，也是在实时监控下的。需要我回答问题的话，请先放开我。说。没有扣款证明。没有证明，相当于凭空捏造。获得宝物的途径有多种，或是通过冒险偶然所得，或是在拥有独立支付系统的异族聚居地购买。没有扣款证明，不代表我不曾拥有的。譬如这把E9级镭射枪，是我在魔山中获得的。虽然查不到扣款证明，但它就是在我手上。那你的那位仆从又是哪儿来的？他的身份信息呢？我的仆从泰悟也是在我执行修炼任务时收服的，他在交易系统里也没有记录。你区域主级，要怎么让界主级听从于你，甚至牺牲自己？啊？因为我已掌握灵魂控制类秘法，誓约魂印。誓约魂印，陨墨星。没关系吗？陨墨星还有传人的消息，若是被外界知晓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加上监察特使的身份，危险系数相对当初已经大为缩小。再说了，我也不能为了保守秘密，眼睁睁看着陨墨星传人被抓起来啊！我的飞船新陨墨星号，正是我从陨墨星主人呼延博那里继承得来的。眼珠王前辈，这应该可以作为实证吧？看来是一场误会。眼珠王，不如我们……审问还没有结束，要证明你的清白，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将你的灵魂毫无抵抗地袒露在我的面前。放开你的灵魂防护，让我把你的记忆彻底搜索一遍。若是完全放开防护，我夺食金角巨兽的事情就会暴露。而且，假设这眼珠王存有坏心，渗透到灵魂深处进行探查，轻则失去记忆，重则成为白痴，乃至灵魂崩溃死亡。抱歉，我不能将自己的命运放到别人手上。狱主级小鬼竟敢质疑封王不朽的能力！眼珠王，人人都有不可言说的隐秘之事，岂能让人随意查看？更何况罗峰是我虚拟宇宙公司的天才，我又怎能容许这等危险的事发生？龙爵王，你想包庇嫌犯？眼珠王，我还没问责雾龙星域为何保护不力，你竟然再三责问我。我会立即将这件事情上报给真眼王老师以及九剑尊者、天石公主2位前辈。九剑尊者、天石公主，不管你扯着谁的名号，嫌疑没有消除前，不得离开。既然你不敢接受灵魂探查，那我便派人去往事发现场搜索证据。龙爵王，在此之前，你可别把他放走了。
燕竹王在听到九剑尊者和天使公主的名头后，明显有所收敛。放心，既然你仆从使用了火神元晶，那现场一定有遗留的证据。等燕竹王调查完毕，你就没事了。但我还是不放心。科斯尔的真正死因是自爆，并非火神元晶爆炸。要是燕竹王在现场真的查到什么蛛丝马迹，又免不了一番牵扯。在他搜查结束回来之前，我得想出脱身的办法。既然是有异族势力暗杀，理应把重点放在暗杀者身上。但不知为何，燕竹王却处处针对我。这恐怕还是为师的缘故。您认识他？何止是认识，那燕竹资质平平，却有一个强大的父亲，名为石火尊者。他作为巨斧斗武场的绝世天才，为了燕竹这一个独子，耗费了无数资源和心力，到头来却把燕竹宠成了一个心胸狭隘的家伙。他嫉妒真正的天才，所以当年在我崛起的时候，他就跟我斗上了。不过，却被我狠狠蹂躏了一顿。就这样，跟我斗一次，他输一次，最后成了死敌。以此人的心胸，他来找你麻烦，我毫不意外。一来你是天才，二来他恨我入骨，却拿我没办法，只好拿你撒气。难怪他那样嚣张霸道。但整个乌龙星域，就找不到可以压制住他的人了吗？放心，那燕竹就算再霸道，也没资格决定我虚拟宇宙公司成员的命运。你等着，为师自有办法。可惜没找到罗峰设局杀人的证据，主人恐怕要失望了。笨啊！负责调查的是我们，要捏造证据还不简单？燕竹王，现场一定有火神元晶残留的痕迹在吧？我们并未发现相关痕迹，只发现科斯尔的一些装备残片，并推断出他唯一的致命伤来自背后，可见是被偷袭致死。罗峰，你怎么解释？我并未从背后偷袭。你若再不说实情，我就将你押送到第一星域牢狱，身处人类疆域最严厉的监狱之一。不怕你不开口。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。真言。哟，燕竹，多年不见，你还是那么喜欢摆着一张臭脸呐！明明是你擅自扣押我们的公司成员罗峰，怎么反倒做出一副自己有理的样子了？你的弟子涉嫌杀死我乌龙星域成员，即将被押送到第一星域牢狱。放了他！哎呀，现在才想求你老师帮忙。哼！告诉你，晚了。这不是求情，是奉上面的命令。谁？幽魔尊者以杀戮铸就威名，就连你老爹都得敬让3分。你也可以擅自行事，不过别忘了，当年你杀我不成，反被你爹关进。你和你的弟子都一样嚣张，但这事儿没完。是。
整整1000年，这份痛苦我一定会加倍奉还到你们师徒身上。维尼恩，你即刻前往地球，将这枚不朽经藏匿起来。是。这是你用金属牌挑选的100单位的货物，也就是1000万具借助巅峰级虫族尸体。这300单位是之前说好的补偿，不过其质量定是不及你亲自选的了。多谢龙爵王。培育虫族战士正好可以用龙爵王赠送的300单位试试效果，我自己挑选的，日后留作他用。谢什么？这次让你受委屈了。那眼珠王虽然是巨斧斗武场的人，但也不能一手遮天。你可是公司极力培养的精英天才。眼珠王阴险狡诈，怕是还有什么后手。龙爵王，关于刺杀我的科斯尔，可有探查到什么线索？公司已派人在查，线索初步指向钛金宇宙国的蓝海星域境内。之后若有新动向，我会及时知会。